总之，中国可以反击美国，而且必须反击美国，但是一定要看清美国的真正目的，把反击建立在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这才是大智慧。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绍。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最近强调说，中国对美国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赌气仗、消耗仗。在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击的当下，崔天凯的忠告颇有警醒之效。崔天凯说中美关系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的崛起。美国对华政策里面其实有很强的种族主义的因素。崔天凯直接点出了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因素。他说，处理对美关系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斗争的过程中应该尽一切可能减少涉及我们利益和全局的代价及影响。人民的每一点利益都来之不易，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掠夺，也绝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大意、代谢和无能，使之遭受损失。崔天凯大使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因素，这意味着中国不管怎么做，美国都会打压中国，这是白左的种族优越感在作祟。第二，中国对美政策的关键不是对等反击，而是要考虑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反击，以这个原则为前提，中国要避免落入美国在人权、外交等领域挖的陷阱，特别要避免以整个西方吵成一团。第三，美国害怕的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性，这可能是中美在未来竞争的一个关键。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反击美国呢？有几点可以供大家思考。一个，美国打击或者遏制中国最惯用的手法就是打人权牌。美国打人权牌的主要抓手就是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最近又把西藏问题也拎了出来。但是美国有两个软肋，一是他们对中国所做出的指责全都是基于谎言，第二就是美国国内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人权和种族问题。另外美军在全球范围内还犯下了大量的反人类罪，那么这些战争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其进行追究，因此这也是我们今后应该反击的重点。中国一方面要做好新疆问题的对外宣传，另一方面也要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上，也要不断的反击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所抛出的所谓人权问题。这是一场长跑，我们完全可能通过有效的反击而笑到最后。第二，美国对付中国大陆的第二个抓手是台湾牌。对付台湾牌的关键就是杀鸡儆猴，狠揍台独分子。美国现在正在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发难，联合欧洲小国在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发展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让我们很难受。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带头的小国给打残，这样别的国家就会明白后果非常严重。另外，美国越挑衅，我们就越要增加对台湾地区当局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让台湾所谓的邦交国越来越少，面临武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最终看谁会害怕。第三，我们要谋定而动，要避免落入美国的战略陷阱。美国想让中国和欧洲吵成一团，我们就要和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发展贸易，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美国想要苹果、英特尔等高科技产业回流美国，我们就要为那些在华有大量投资的美国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让他们在中国扎根发展。总之，中国可以反击美国，而且必须反击美国，但是一定要看清美国的真正目的，把反击建立在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这才是大智慧。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崛起的大国，我们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话不在多，但是下手要狠，精准反击才能达到目的。最终要让美国无处着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